我是不是起猛了？媚珠摔倒后，既然说好疼，看来平日里大梁奶爸经常和媚珠说话，这下真让媚珠成精了。前几天，媚珠突然发出一声牛叫，没想到几天过去，已经和大梁奶爸对话的有来有回。昨天，媚珠在地上自言自语，大梁奶爸问她找谁，媚珠既然清楚的回答找妈妈。该说不说，媚珠的发音随奶爸，不愧外公带的孩子，发音都有一股粤语风。突然，媚珠脚软倒下，下巴都磕到地板了。大梁奶爸问她怎么了，不料媚珠委屈的说了句好疼。这媚珠真是要成精的节奏呀！外公才带了几个月她，要是让外公一直待下去，长大后的媚珠到时候岂不是可以无障碍和游客进行交流？关于大熊猫会说话这件事，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上个月花花在基地时，还会主动叫谭爷爷过来。要说到最会说人话的大熊猫，非初心莫属了。当时游客问他是暮云还是初心，他可以清楚地回答游客自己是初心。你是暮云还初心呢？初心呢？小奇迹摸到电网被电出狗叫声，妈妈美香看到后赶紧上前安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小奇迹正在和妈妈玩耍，突然小奇迹站起来，用好奇眼光打量着围墙上的电网，突然他还用手摸了摸，结果被电出了狗叫声，然后就跑开了。美香听到叫声后赶紧跑了过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母爱果然不分种类，当孩子遇到危险时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妈妈。美香来到小奇迹身旁后，打量着孩子有没有受伤，并询问怎么回事。通过一顿猫语交流，美香也了解到了来龙去脉，并安慰起了小奇迹，让他不要去碰电网。被妈妈安慰后，小奇迹立马就不害怕了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为啥熊猫场地会有露天的电网？实际上呀，每只大熊猫展出区的围墙都很矮，没有电网就很容易爬出去。北洞的萌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为了让熊猫远离外墙，电网是最安全的方式，并且电网电压不高，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还有呀，有些大熊猫还摸电网上瘾了，奶爸就给他们换到没有电网的场地。如这个视频中的叶子，就经常摸电网，每次都被电网吓到，但他习惯后丝毫不慌，反而每次去外场展出时都会打卡一下电网。还是老样子，每次都被电吓到，电到后又来摸，丝毫对大熊猫没有身体上的影响。所以有些网友不要乱喷哦，看完视频再喷。除了叶子，你还知道哪些大熊猫摸电上瘾？来，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。太好会了。这只委屈巴巴的大熊猫叫做汪家，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于2007年冬天被管护队员发现于风筒寨保护区。当时它卧在冰天雪地中，浑身湿漉漉，管护人员静等3小时，未见熊猫妈妈回来，怕它有危险，然后就带到了大熊猫保护区，因救助于汪家沟，故取名汪家。2014年开始繁育，到如今已经有了7个子女。当初这只靠越狱卡头而火爆全网的颜慧，便是汪家的第2个女儿。就在前几天，汪家上班时，一来就盯上了载在手中的笋笋，老大的没抢到，他转头就来抢老二的。即使老二把笋笋护得严严实实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笋笋最终被汪家抢走。刚好这一幕被现场的游客拍摄了下来。小的现在 emo 了。看到老二笋笋被抢后，有点伤心的感觉。然后游客就说了一句：“汪家好坏。”太好会呀！没想到游客无心的一句，居然被汪家听懂了。汪家直接愣在了原地，顿时手中的笋笋不香了，表情都是委屈巴巴的。直到最后，看汪家的表情，我感觉他都要哭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汪家第一次抢孩子笋了，在此之前，汪家带的每一届孩子都有被他抢笋的经历。无论是16届的颜慧，还是20届的嘉阳和嘉柏，都亲自给汪家包过笋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既然有姨姨们说他孩子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打击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委屈吧。最新消息，萌兰又在预谋越狱。距离萌兰上次越狱已经过去了1年之久。当年萌兰的这起越狱事件，在全网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。后来随着北洞的围墙加高，萌兰也安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就在昨天，这不国庆节嘛，就有游客去看萌兰，刚好拍下了萌兰预谋越狱的视频。只见他通过石头成功爬到了这个铁门上。然而在这个铁门上有一个监控，熟悉萌兰越狱方式的朋友应该
该知道，这家伙在越狱前最喜欢做的就是拆监控。去年他越狱前，他就曾几次爬到监控前去搞破坏。虽然途中他有几次因拆监控而从高空摔落而下，但凭借一腔越狱精神，他摔倒了又爬，最终成功将监控弄毁。所以我看到蒙兰这熟悉的行为后，我才说他这是越狱前的征兆，他又在预谋越狱。但从昨天的视频来看，蒙兰最终也没能够着监控，然后一脸失落的离开了监控下范围。通过去年和今年的视频相比较，今年监控可触摸的难度确实比去年大了不少。看来被动的工作人员不仅防火防盗，还时刻在防着蒙兰呀。这也是此次蒙兰没有拆掉监控的原因之一。失败后的蒙兰最后爬到了木架上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反正从铁门下来后，他都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看到这肚子呼吸的动作没？这是很不甘心呀。姨姨们就敬请期待吧，我预估这2天蒙兰还会有大动作。为什么这只熊猫妈妈要吼奶妈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这只熊猫妈妈正在带娃睡觉，睡得真香时，突然听到了开门声，原来是奶妈开门来拿娃了。这时这只熊猫妈妈心生一计，爬起来就对着奶妈怒吼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她好像在表达着你什么都不拿就想带走娃。没门！5分钟后，懂他意思的奶妈就拿来了苹果。吃到苹果的熊猫妈妈这时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刚开始他还这么凶，不让奶妈靠近幼崽，原来是没吃到旺仔苹果呀。您瞅瞅，有了旺仔苹果的他，看着奶妈朝着碗走来，他只是用眼神看了一下，根本没有其他反应。即使奶妈当着他的面拿娃，他只顾着吃自己的苹果。他心里估计想着，苹果是吃到了，娃你就带走吧。哎呀妈呀，这苹果真香！然后奶妈就轻而易举的将熊猫幼崽拿走了。说到用食物换娃的大熊猫，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成大，只要奶妈来拿崽，他先装作不给的样子。一旦奶妈拿出旺仔盆奶后，那是主动将娃送出。此时他的眼中只有盆奶啊，真香！更过分的是，普通的盆奶喝惯了，他还要求饲养员加蜂蜜，不加蜂蜜的盆奶不换崽。饲养员被迫只好加入双倍蜂蜜。成大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后，表情都好像在说这回味道对上了，然后就和饲养员达成了共识。喝上盆奶那一刻，也把娃给了对方。顺顺为何要把床扔沟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顺顺想要把床搬到秋千上来，秋千那么小，床那么大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然后顺顺就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因为自己太重，使得床失去重心，就这样床不仅翻了过来，还给他脑袋砸了一下，哈哈。这一下把顺公子都砸懵了。想当年，顺公子仅仅因为奶妈而委屈过，差点就哭了。所以顺公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怒火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对床大打出手。他心想着，床你要砸我是吧？看我拿不拿你就完了。他先把旁边挡路的东西弄开，然后要啄床的一脚，就朝着身后移动。就这样，在顺顺的一番操作下，床被他扔到了室内的沟里。这操作咋和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一样呢？喜乐当时扔的是凳子，顺公子扔的是床。您瞅瞅，直到把床扔到沟里后，他都还没平息怒火，转头把枕头也扔了进去。果然被宠着的孩子都很有脾气。奶妈兰姐听闻后，立马过来对着顺顺就是一顿安慰，并告诉他，既然床敢欺负顺顺，明天就把床换了。在兰姐一番安慰后，顺顺心情也瞬间好多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顺顺又在床上摔倒了。虽然床换了，但顺公子还是没逃脱滚下床的悲剧。哈哈，看来顺顺这辈子逃脱不了和床的夙愿了，还是熟悉的动作。这新床还没来得及睡，又被顺顺给扔了。糟了。